糟了，兄弟们，这是开挖机以来干的最糟心的一个活。我们刚把这个泥巴回上去，又这样给它挖下来，事情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慢慢往下面看。今天早上我们在上班的路上啊，遇到这个东家，他刚好也在找挖机，但是我们刚好也跟着经过，然后就把我们拦下来，让我们给他干点活。今天这个活呀，大家也知道也很简单，就是回几车土就 OK。但是那个位置呢没有土，然后东家就给我们指定了一个地方来拉这个土。这也是我开挖机10多年来第一次用挖机跟红回土。之前呢最多就挖个金井平个平台就 OK。第一次干这个活，心里面还是有点虚，不知道要注意什么，忌讳什么。我们把土拉过来之后，开干之前先行3个泥。这个行泥其实在我们这里一点不流行，但是最近陈师傅这么火，把这个3.3米挖的出神入化一挖3.3米就行泥，我们也学他，该行泥也要行个泥，毕竟嘛，泥多人不怪。在开挖之前呢，我们把边上这个树脑壳给它挖出来。这个树脑壳挖完了之后，我们就把路上这个土先打堆在这里，因为这个土还不够，我们把这个土转完了之后，再把挖机拖过去，再去拉几车土过来，把这个土拉够了之后，再把这个地跟它恢复一下，到时候好种地。再把挖机拖过来，开干之前我们还是先行3个泥，泥多人不怪，兄弟们。现在工人们把这个石头码了个4、5层，现在就需要我们来回土。这个回填土我也是第一次干，不知道要忌讳什么。反正记住一点，我们在挖的时候一定要听招呼，师傅喊我们怎么挖我们就怎么挖。再到这个土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轻并不是说怕把里面那位惊动了，而是怕这个泥巴把边上那个石头挤开了，毕竟这个石头抬去上的。这个泥巴我们回完了之后，这个天下了4、5天的雨，从10月4号一直下到10月8号，做中途我们挖机都在这里停着。到了10月10号，雨过天晴，今天又出太阳了，他们工人也开工了。我们开挖之前还是先行3个泥，然后再把挖机开上去。这个中途我们停了好几天，这个活也堆了好几天。本身昨天就想把挖机拖走，但是他们昨天工人没开工。这个东家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个土回了之后再走，所以我们挖机在这里又多待了1天。回这个土的时候跟第一次一样一定要听招呼，到的时候轻点慢点。但是今天呢，这个干活的师傅也没啥经验这个土本身下了雨，有点稀有点糯，这个3、4车土全部堆到这个框框里，最后呢把这个石头胀开了，这就尴尬了，兄弟们，整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这样的话他们工人呢基本上这个活也交不了工，所以经过一番商量，我们再把这个石头雕下来，再把这个多的泥巴挖下来，给它降压。今天这个活呢，不怪天不怪地，就怪这个泥巴有点稀。这也是我从事挖机这么多年来干的第一个这种活，但是也是最糟心的一个活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他们把这个石头也拆的差不多了，后面呢用不到挖机了，我们挖机就先退场。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这个大爷，如果不是他的话，我可能就要闯大祸了，甚至还有可能上新闻。老铁们要掏耳朵吗？
来，把耳朵伸过来，给你掏掏耳朵。最近啊，我们接了一个活啊，挖天然气管道，然后啊，特意定制了一个小斗。这个期间呢，我们又接了一个活啊，就是这一片田，差不多有26亩多。然后啊，东家把它承包过来种西瓜，然后啊，我们来给它挖排水沟。我们就中途抽出来几天时间，先把这个沟给它挖了。为什么说挖机这行是干到老学到老？我开挖机也有10多年了，然后啊，这也是第一次接触小斗。最开始呢，东家问这20几亩地，13个田，大概几天能挖完？我当时啊，心里面一直想着这个小斗和大斗的挖法方法、速度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说呀，我就跟他说，预计2天半到3天就能挖完。但是呢，后面狠狠的打脸了，因为这个小斗啊，真的和大斗挖法是不一样的。最开始东家的要求是挖40宽，差不多50升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小斗啊，做的是20宽的。如果说要挖到40宽的话，就必须要挖2次2斗宽，这样呢就慢了很多。再加上呢，我们这个斗容量小，基本上一斗啊挖不了多少土起来。有时候1米沟啊，我们要来回的挖几次才能挖好。这样的话进度就慢了很多很多。最后啊，东家说，沟不需要挖这么宽了，就挖1斗宽。但是深度啊要挖深一点点，这样的话这个进度啊就快了很多了。然后啊，每个田中间要开2个缺口啊，这个缺口的位置啊我们自己看啊，根据田的大小自己来判断这个缺口挖到什么地方就行了。这个田呢，这个土有点稀，每次呢不能挖多了，一挖多了呀，这个斗啊就粘住了，倒不出来，只能一点一点的这样掏。老铁们，你们看这个像不像加大型的掏耳勺？这样一点一点的掏，真的是着急的很呐，兄弟们。我们挖了几个田之后，这个感觉呀、手法呀、方法呀，慢慢的就找到了。就比最开始呢挖起快了很多。所以说呀，这个挖机这行真的是干到老学到老，一点不假呀。在这里啊，我要特别感谢这个大爷，如果不是他的话，我可能就要闯大祸了。这几天的活白干不说，可能连挖机都拖不走，甚至啊还有可能上新闻。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在这里挖的时候啊，这个大爷就过来说，这里千万不能开缺口，看到没？这个新补的水泥下面呢有一根天然气管道，沿着这个坎子啊连到对面那个房家的。这个田坎上啊有没有一个标识？如果说这个大爷不说的话，我们根本都没想到下面会有天然气管道。所以说啊，这里特别感谢这个大爷。然后下去跟他上烟呢，烟也他不抽，还是挺感谢这个大爷的。这个东家呢，他包的那个田他也不知道，当时我跟他打电话呢，他也懵的。哎呀，这个老六真的是差点闯大祸了。如果说不是这个大爷的话，真的后果不敢设想啊，兄弟们。如果说真的挖坏了、挖断了，我和这个东家都走不掉。所以说呀，我们在外面干活，平时都要跟这些老百姓沟通啊，关系好一点，这样啊，有时候真的能避免一些事情发生。老铁们，最后一个田，我们终于遇到了一根黄鳝，挖了10多个田，遇到了一根。这个黄鳝呢，我们也不要了，后面呢应该也是遇不到了。